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新老朋友来到小鱼儿 AI 技术学堂。2024年，很多新手朋友呢，不知道想做一个什么视频。那今天呢，小鱼儿在这里来强烈推荐大家去做一个漫画视频。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做一个漫画视频呢？第一个原因呢，是因为它简单好做啊，用 AI 工具呢就能完成。第二个原因呢，是因为它真的非常的火爆，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。那么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那不信呢，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。小鱼在刷视频的时候呢，刷了这样一个频道啊，真的把我吓了一跳。这个呢它的视频呢有2000多个视频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更新频率啊，1个小时前、11个小时前、12个小时前、13个小时前、14个小时前。我的天呐，它是隔1-2个小时就在更新吗？为什么会更新的这么频繁呢？那肯定是有收益才会更新的这么频繁，那没有收益谁会这么勤快呢？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个他的视频啊，等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他的一个收益。我们看到他的热门视频呢，每个呢已经达到了一个几十万的一个播放。接下来我们就好奇就看一下他的一个收益。那是月入几千美金。这里呢，我们还能看到他每天的一个收益。这个呢，我们看到他做的是一个中文频道。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个英文频道，那你的收益还会翻倍。可以看到这个频道呢，它是做的一个英文频道，英文的受众呢来自于全世界。那可想而知，它的一个播放量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他发了800多个视频，他已经有46万的一个订阅者。他最新的视频呢，都已经达到了几万的播放量啊！2天前的11万，3天前的11万，那么13个小时前的就是6.9万。那最热门的一个视频呢，也是达到了200多万。那它的平均视频都在几万、10几万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最近几天的啊，都是10几万、几万的一个播放量。那我们一定很好奇它的一个收益。那可以看到。它月入以上万美金啊，可以看到是接近2万美金。那么很多新手朋友说，在这里我不想做国外的频道，那我想做国内的，能不能做呢？当然可以。那这里来给大家看一下国内的，这个呢叫张可妮的呢，那他做的是一个小红书的漫画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他已经达到了90多万的粉丝，而且他的每一个漫画。平均点赞量都是在几千上万，还有都市女孩，那粉丝呢已经达到了100万的粉丝啊，非常的火。现在的漫画呢受众比较广泛啊，特别多的人，不管从上到下，从老到幼，很多的人都喜欢看一个漫画。那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，那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看都市女孩。那他写的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人，那只是把里面的人物变成了漫画人物。普通女孩不可以和富婆做闺蜜吗？啊，真的简直就是让你有点进去看的一个冲动啊！它的画面都非常的美。很多新手朋友那可能就有一个疑问了，那做这类的一个漫画视频，那该怎么样变现呢？那么本期视频的最后呢，小鱼儿会告诉大家如何变现。那还有朋友会说，我什么都不会，那这样的漫画太难了，我做不来。那么千万不要担心，这个也不是问题。那在2024年的今天啊 ，AI 多么的火呀！可以帮你做任何的事情，包括帮你画画。而且现在有很多漫画视频生成工具啊，可以直接帮你一键生成漫画，完全不用我们担心。那现在市面上的 AI 工具呢，会有很多啊，大家可以去看我的这一期视频推荐的4款 AI 漫画生成工具，那都是可以帮你轻松制作漫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AI 工具。那接下来呢，小鱼儿就带大家一起实操，手把手教你如何制作一个这样的漫画视频。那这里呢，我会把制作视频的所有工具呢都放在描述栏啊，大家可以去描述栏复制链接，那跟着小鱼儿来一步一步的往下操作。那这期视频呢，我会分6个步骤来制作视频。首先第1个步骤呢，那还是分析视频如何制作。第2步呢，用 GPT 来生成一个文案和分镜图。那还有一个角色图。第3步呢，用 Midjourney 来生成一个分镜图。那第4步呢是用 LayerPacks 生成一个动图。第5步呢，用 Movert 来生成一个无版权的音乐。第6步呢是用 Flickr AI 来文本转视频。接下来呢就进行到我们的第1步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视频是如何制作的。
总结一下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的视频它的是如何制作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简单，它就是一张图片搭配一个文本，然后由一个解说员再配一个 BGM， OK 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就到我们的第二步进行实操。在这里呢，小鱼儿简单说一下啊，以前用的是一个ChatGPT-3.5 的，现在呢，我用的是一个 GPT-4 的。那 GPT-4 呢，它写的文案脚本故事呢，更符合我们的一个漫画故事啊，一个小说。那这里呢，我就直接开始提问啊，那我也会把这个提示词呢放到下面描述栏。这里呢，我就给了他一个标题啊，帮我写一个漫画故事，一个农村家境贫寒的男孩呢，创业成为总裁，人生逆袭的故事。那故事有剧情，有反转，有对话的一个短故事。故事中的男生呢，出现在不同的场景。那可以看到他第一幕、第二幕、第三幕、第四幕啊。那我觉得他太麻烦，我直接说让他直接写故事啊，不要那些多余的啊，直接就把整个故事帮我编写出来了。那我们知道这种人生逆袭的故事呢，那么在漫画频道呢，是在漫画网里面呢是非常受欢迎的啊。那任何人呢都喜欢看一个从白手起家到最后的一个成功人士，这是很多人都比较喜欢看的。那如果说在这里你不知道要写什么故事的话，那你也可以到这个鸡猫中文网里面来寻找一些灵感。你比如说输入一个女生逆袭故事，那点一个符合你的一个要求的，我们直接点这个进来。那在这里呢，它对故事有一个简介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标题来给它翻过来，给 GPT 让它参考这个故事来帮你写。那这里 GPT 呢也是非常短暂的时间呢，就帮我写好了一个故事啊。但是呢，我发现点小瑕疵，故事里面没有对话，他又重新帮我写了一遍啊。我发现这个故事完全没有问题了。我这里让他把故事里面的小节改成一个英文名啊，这样方便后面绘图。那他全部就帮我更改了。那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提示语啊，这里呢大家可以暂停截图。那么根据故事内容帮我写分镜描述，可以分15个镜头，每个分镜简单描述同一场景，不要出现2个人物。那场景描述要求什么背景，什么人物，人物出现的位置，人物的动作表情，什么视角，描述清楚。那可以看到分镜描述，镜头1，背景农村阳光，人物站在田野上，位置呢是背对镜头望向远方，他的动作啊手插口袋，视角呢是一个背后视角。那这个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分镜描述。那可以看到呢，他就帮我全部分出了镜头。那这里呢，你可以直接让他中英文对照版本发给你，我们就直接可以复制粘贴。那分镜描述完了之后呢，我需要一个男主的形象啊，一个漫画形象，背景的白色，人物要全身。那他帮我直接描述了非常长的一段啊，太长了，我叫他简短一点。那最后确定了之后啊，我让他做了2个场景呢，我就直接复制粘贴了。那在这里呢，进行到我们的第3步了，那就是一个绘图。在这里我推荐大家用的是一个Midjourney绘图啊，当然你有其他更好的工具也可以。那如果说大家觉得用Midjourney比较麻烦，你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方法。那这里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里面有漫画生成工具啊，可以用工具去相对于更加的简单。那你也可以看我的这个视频，那是用一个生成的一个动漫人物。这里呢，我也会把链接放到描述栏的上方啊，也会把链接放到描述栏下方右上角来，大家也可以去点起来看。那我更喜欢用一个Midjourney来绘图啊。其实Midjourney来绘图也不难，非常的简单啊。大家如果说你还不太会用Midjourney的话，这里也可以看我的这一期视频啊，从零基础来到一个入门，非常的详细的讲解了每一个步骤。那看完之后呢，相信你就会用Midjourney来绘图。那这里呢，我也会把链接放到右上角和描述栏。那么你可以先学习一个Midjourney的一个使用，那再来进行一个绘图，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简单啊。为了时间关系呢，这里我已经把所有的图片全部制作完成了啊。首先我生成的是一个主角啊，但是啊，我这里呢经过2次的一个调教呢，生成出来呢，我就用这个作为了一个男主角。
在绘图的时候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我们用的是一个动漫风格。那动漫风格呢，我们一定要加上1G5的一个模型，那它做出来就是一个动漫风格。那不然的话，你可能生成出来是这样的，那它就不是一个动漫风格了，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风格。所以呢，一定要在我们的提示语或者在我们的参数后面呢加上一个模型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它是一个半身照，那我点了这一个呢，给它缩小了2倍。就得出来啊，这样一个主角，我就没有再进行下一步，那就直接用了第2张啊，用这个呢作为一个主角。那接下来呢开始绘图啊，大家呢就把你的每一个分镜图呢全部粘贴过来，但是这里呢又用到了一个以图生图啊。Midjourney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的男主角为了保持人物的一致性呢，必须要用以图生图。那我这里呢，几乎是男主呢，几乎是保证了一个差不多的形象啊，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可以看一下。我用了一个简单的以图生图。如果说很多新手朋友们你还不知道如何以图生图的话，大家可以看我的这一期教程啊，说的非常的详细，如何以图生图。那这里呢，我也会把链接放在右上角和一个描述栏啊，你可以先去学习呢，再回来看这一个视频。这里我就不过多的说了，把你的每一个分镜图啊，用你的主人公的一个链接呢，每一个里面都需要用一个图片链接粘贴到里面，再加上你一个新的描述词，加上你后面的一个参数，几乎还是能保证人物的差不多的一致性。那所有的图片做好之后呢，我们直接点击放大啊，右键点击保存啊，把它保存到你的一个电脑里面。那在这里呢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做好的图片要立马保存。为什么要立马保存呢？在这里呢，小鱼给大家讲一下啊，因为小鱼吃过这样的亏啊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嘛，Midjourney呢它不是免费的，它是一个付费的，它的官方呢是要30刀1个月啊，非常的昂贵。这里呢，小鱼也是用的一个便宜合租的一个账号。那大家呢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啊，先便宜合租，那1个月呢大概是在59块钱左右。那因为是一个便宜合租啊，所以说呢，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个情况啊，别人不小心跑到你的频道来画画呀，或者说别人不小心把你的频道删了呀，或者说不小心把你的图片删掉了啊，会出现这些情况。那么我们在做好图片的时候呢，就立马给它保存啊，不然很有可能你会前功尽弃啊。小鱼儿就尝试过几次，做到后面我发现进来的时候啊，我的频道的图片全部都没有了。那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再来重新做，太麻烦了啊！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好的图片呢，就立马把它放大保存，这个是最保险的哈。那图片保存好了之后呢，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进行到下一步。这里呢我用了一个 Layer Packs 啊，这个 Layer Packs 让一个图片能产生一个深度的动画啊，让它动起来。这个呢使用起来也非常的简单，大家直接先登录一下就可以了。登录好了之后呢，直接点击这个上传图片。那这里有一个深度 AI 动画，那么这个是将2D 图片转为3D 的。那我们一般用第一个就可以了。我们点一个上传图片，选择一张图片，点击打开。那可以看到它正在创建深度动画啊，这里就稍微等待一下。那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些调整，那比如说你想让这个图片它怎么动，那这个是上下动，这个是左右动，这个是旋转动，那么这个也是上下旋转，这个呢是往前推动，这个是往后推动啊，这个是向前。那这里你可以选择一种适合它的一个动法啊。选择好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下载按钮，再点击下一步。那这里我们选择一个免费的啊，不要去点一个付费的，再点击下载。OK， 可以看到它已经下载到我们的电脑里面了。那我们点这个，这样我们要统一给它保存到一个文档里面。接下来呢，那么细心的小伙伴可能会发现啊，它里面会带一个 logo 在里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点开一个看一下，那它的右下角这里有个 logo 啊，那我们用个工具把它稍微处理一下。那我们直接来谷歌搜索一个，我们写一个视频去水印工具，那点这个啊，小鱼经常用这个。我们打开文件，这里呢直接点打开文件，选择视频。那这个非常的简单啊，我们直接把这个有水印的地方把它圈起来就可以了，直接点预览下载。好了之后又关掉，又直接下一个。这个使用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哈。OK 了，这几个，那我们看一下它水印有没有去掉啊？水印已经没有了，可以了，直接把这个关掉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做一个无版权的音乐。很多新手朋友可能会很好奇，为什么要做一个无版权的音乐呢？
那大家都知道，在 YouTube 上面它的一个版权主张、版权音乐是查得很严格的。那么一旦你的视频受到一个版权主张了，那你的收益呢可能也会受到影响。那这个呢，咱们一定要注意啊！所以呢，尽量我们自己去生成一个无版权的音乐。这里呢，我推荐 Mubert， 因为它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。那么新手朋友呢，登录进来就可以啊。先来登录，那这里我会把链接放到描述栏，那直接点击登录，用你的谷歌邮箱登录一下。这里需要验证一下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一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界面啊，输入提示或者上传图片，生成时长呢在这里，比如说5秒到25分钟啊，那么一个时长是5秒到25分钟啊，太长是不可以的。那在这里呢，如果说为了你自己如果不知道要生成什么音乐，那在这下面我们可以直接选，比如说这里一个流派，这里面有各种音乐啊，各种可以选的。比如说我们再选个气氛，那这里再选一下，看一下，选一个励志的，再看一下这个活动，这儿加一个自然，那可以看到这就选好了。这里直接把时间你想要多久你就输入多久啊，直接点这个按钮生成。大家如果还不太会使用 Mubert 啊，这里我也会放一个 Mubert 一个链接啊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里面有详细讲解如何使用这个 Mubert 来做音乐。那这里呢还可以输入一个提示词啊，如果不知道用什么提示词，这里我们可以问 GPT， 直接问 GPT 这个故事适合什么音乐。那 GPT 呢就是这点好，什么不懂你就问他啊，大家什么不懂的你都可以问他，那直接让他翻译成英文。那这里呢同样也是需要一个英文提示，我们粘贴到这里，点这个按钮 OK 了，生成好了，我们听一下。这个音乐还是可以的，我们直接把它点这个下载。那再点这个按钮我的下载，那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还要再下载一遍。这里呢我们需要看一点啊，如果使用你的大使许可证，你要使用 Mubert 的音乐呢，那它可以看使用他们的音乐啊，要添加一个 Mubert 链接啊，你在做成这个视频的时候要把链接放到你的描述栏。那 OK 之后我们就点这个下载按钮，同样也要保存到一个文档里面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几乎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都已经准备就绪了，我们的图片、音乐、文案都有了啊。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打开一个 Flickr AI。那这里为什么推荐 Flickr 呢？因为 Flickr 它首先它界面简单，适合新手，还有呢它也支持一个中文啊。我们做中文视频呢，这个做起来比较方便。那这里如果说你没有登录的话，也需要登录一下啊，我会把链接放到描述栏啊，大家用链接去登录一下，直接点进去。这里新建一个文件夹啊，在这里呢，你不用考虑我要去输入一个英文啊，这里我们输入中文就可以了，它是支持中文的。这儿选择一个 video 视频，这里选择一个中文，这儿选择一个简体中文啊，这里我们选择一个16:9。直接点击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关掉啊。到这里来新建一个添加新场景，我们点一下，把我们添加一个空白场景，把我们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脚本给它粘贴进来。在这里呢，小鱼再告诉大家一点，如果说为了让我们视频的播放量更高啊，大家可以把你的一个故事脚本呢，可以给它多分上几段，可以简短一点啊。我们这里先给它分好段。因为一个 Flickr AI 呢，它会根据这个段落来进行一个分段。比如说你的这一段是这么长，那么它就会这一段只插入一张图片或者一个视频，那么观众就会在这个视频上面看得太久啊，容易流失顾客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呢，把它进行一个分段，你可以把它粘接到一个文档里面啊。这里呢，我们再进行一个给它分开。我们可以一句给它分开，我们可以给它多分几段。那这里我就快速操作了。几乎就是一句话一段，分好之后我们直接给它粘贴进来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直接点击一个粘贴，那它会自动帮我们分开。那趁着这个分段的时间呢，这里小鱼也给大家讲一下，这款 Flickr AI 呢，它的界面确实非常简单。这边是调理一些字体的一个位置，可以看到字体的大小、字体的颜色啊，包括一个背景颜色。这边是一个文本的编辑啊，图片的更换。那如果说你们还不太会使用这个 Flickr AI 啊，大家可以看我的这一期教程，这里面有详细介绍 Flickr AI 的一个使用教程。那我也会把链接放到上面的一个右上角和描述栏啊，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啊，详细了解一下。
那可以看到它已经帮我们分好段了，而且帮我们配了一个图片。那这个图片呢，很显然它不是特别的匹配。那在这里面我们就直接给它进行一个替换。我们点击这个图片，那它会跳到这里。我们点这个按钮，我们选择文件，再双击一下 ，OK， 这里就替换成功了。那下一个页面，那这里呢，我们把音乐也替换一下，上传我们自己制作的一个音乐。那我们再点一下这个按钮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语音，需要找一个合适的一个解说员。使用逼真的 AI 语音创建音频和视频内容。那这里选好之后呢，我们点一个适用于所有场景啊，就全部更换，点这个按钮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效果。在一个偏远的农村，伊森的家庭因为父亲早年遭遇不幸事故而负债累累，家中的经济状况一直十分拮据。我们现在很难过，但你一定要记得，只有知识能改变命运。父亲在床边对伊森说，虽然语气温和，却透露出一种无奈和坚定。于是伊森开始白天帮忙干农活，晚上则借着微弱的灯光苦。他的勤奋没有白费，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城市的一所大学。大学生活对于伊森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，但经济的压力依旧不易提醒。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他在学习之余做起了各种兼职。大学期间，伊森深受创业课程的启发，开始酝酿自己的创业计划，一个旨在通过科技手段帮助农村孩子获取更多教育资源的平台。你确定这能行吗？这听起来很不现实。一个朋友半信半疑地问他。那么这个视频是不是还不错？而且制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。那这个视频的操作完成了，我们这里呢字体需要调整，这边就点击这边调整一下；不需要调整呢，直接点这个 download 的按钮下载就可以了。那在这里大家可能要注意看一下，如果说你是长期做一个视频的话，你可以考虑一个只和自己的一个订阅计划，直接点击导出，那可以看到它正在下载。视频讲到这里呢，我们一个漫画视频的制作就已经完成了。那制作的过程呢非常的简单啊，几款 AI 工具呢就能帮我们搞定这样一个漫画视频。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下如何变现。第一个呢，那跟他们一样啊，在 YouTube 上面呢进行一个广告分成。当你的时长达到一个 YouTube 广告收益分成的一个要求了，那你就可以申请一个广告收益。如果说你坚持更新呢，这个时长呢也很快就会做起来啊！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播放量。那如果说你想立马见到效果了，那肯定是不可能的。小鱼儿在这里明确的告诉你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没有付出呢就没有结果。一定要在你自己去坚持不懈啊，并且不断的更新的过程当中呢，不断的去改善啊，然后达到一个 YouTube 的一个收益分成，那么你就会获取一个相应的广告收益。那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收益的情况。那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个英文频道，那么你做的时间会更快。这个呢，广告收益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还有另外一个变现渠道啊。那你也可以做一个国内的一个中视频计划，你可以去申请啊。那你还可以做抖音啊，进行一个带货。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做小红书。那这个小红书，那么这个小红书变现呢，那可以看到他在帮忙带货啊，一个黑绷带，那还有一个海蓝之谜的一个护肤品。当你有了一定的流量，那就变现的渠道了，那就会多很多。同时呢，你还可以参加一个猫推达人的平台，就像我的视频刚开始说的一样。那么你可以通过引流一个漫画小说平台，那把相应的一个开始呢放到你的视频前面，来对接一个漫画平台呢，来进行引流。那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个激励政策，在这里呢，我们能看到它的一个活动以及一个单价，包括一些奖励。那在这里呢，你也能看到如何推广的一些相关问题。如果说你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，那你可以搜索一个猫推达人平台来进行一个登录注册，这里面有一些相关的信息，如何推广啊，推广流程。那么这里结算可以看到最高呢可以达到一个12块钱一单，但是呢在这之前呢，你需要去签订一个协议，就可以去推广他们的一个漫画小说。那协议通过之后呢，你就能看到这里面的所有的书籍，你呢想推哪一个，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引入你的视频当中。就像这个频道一样，当有人问你这个名字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直接把这一本漫画的名字呢发出去。那通过这样一个视频来进行一个引流变现。OK 了，那今天的小鱼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说你对漫画感兴趣的话，那么你可以
你可以多去了解这方面的一些相关消息。喜欢小鱼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啊，并且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。那你还可以观看小鱼的其他视频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。